它从一开始发售就缺货，就缺货，一开始发售就缺货。所以那个时候我11月去高雄买的，你现在是不是给我拍进去啊？对啊。然后嘞？11月去高雄买的，昨天才拿到。哦。11月初买的。抢手。对。Young Rose。初生玫瑰。初生玫瑰。对。哪一个生？生小孩的生，出生。哦，是哦，他这样翻译。他是这样翻译。对。出生玫瑰。就年轻的玫瑰嘛。年轻的玫瑰。年轻的玫瑰。那你觉得年轻的玫瑰应该是什么样子？其实它还是透露着年轻啦。我必须说，因为那个 Byredo 在做玫瑰有它真的是独到的地方，像那个无人之境，对不对？无人之境，对，无人之境，那个玫瑰跟那个就做得很棒。我想这也是它的标杆产品之一了，哈，因为它后面又出了这个，一开始号称叫中国限定，哦，中国首发了，应该讲中国首发，这一支是中国首发啊，就是中国首先发售的初生玫瑰。那我们就来试试看，因为它好像有加了一个比较稀少的香材，叫做四川花椒。哦，四川花椒，就我们吃麻辣锅，我们上次去吃麻辣锅，老四川是吗？这个四川辣椒，四川花椒，麻而不辣，之心也有，麻而不辣，对，麻而不辣。好，那这个四川辣椒是不是花椒哦？不是辣椒，花椒是不是那个旷野之心我会郁金香的那个味道？哎，对，然后我们试试看。对，好，真期待。这是我送给我最好的朋友的。但是从感恩哦，我都不知道从生日一直送到圣诞节了，对啊，哦，因为我不知道他缺货会缺这么久，真的是太惊人了。来，你买这一支是100毫对不对？100哦。OK， 来镜头给大家看一下。Young Rose。Young Rose。好，年轻的玫瑰。年轻玫瑰。年轻玫瑰应该是含苞待放，刚准备要展开的那一个阶段吧。好，那我蛮想了解它是不是。我们来看看到底跟中国首发有什么关系？好吧？跟中国首发。因为除了可能是四川用的四川花椒。还有谁要？这味道不错哎。哦，有点玫瑰青涩感，对不对？它的一开始有一点点，而且有气泡感，对，气泡感，香槟气泡感，或者是甜甜的气泡水。但是它跟粉色之冰有点不一样，粉色之冰是香槟带出来，它这个是花椒带出来的。这个气泡感是花椒带，因为你知道花椒吃到嘴里面，它其实不辣，但是会一直噗。哇，这个你描述的气泡感真的讲得非常好，它现在就是甜甜的柠檬柑橘的气泡水，一直不断的发泡，对，没错，它的香材，而且让人家心情会随着这个气泡不断的扬升、飘扬这样子。哦，这个年轻人的味道。这Byredo做它的玫瑰的香水，真的是有它独到的地方，对，有它独到的地方。好，来，我们来公布一下香调。前调是麝香锦葵，哦，你听都没听过。四川花椒，这个前调走得好，就是与众不同。中调是大马士革玫瑰、鸢尾，基调是酱龙涎香泥，就龙涎香啦，就龙涎香。那它是一个化学分子的写法哦。那还有麝香，哦，真的是少见。这里面还有几个香材，我没怎么见过。那基本上它呈现的是一个，真的为什么叫初生玫瑰？我自己的看法是，它其实是一个年轻人的玫瑰。那整个展现出来就是，你看它前面的气泡感，展现出来就是朝力跟活力，就是比一般可能成熟的玫瑰，它不会展现出来的呈现方式。对。整个带给你的是一个，真的因为前面的气泡感，那个四川花椒带来的气泡感是非常非常清爽，非常非常清爽，非常清爽，那也蛮奇妙的，应该说这么说好了，蛮奇妙的。OK， 那你觉得是在什么样的场合适合？女孩子哦，这可能女孩子会更适合一点啦。
哈，女孩子更适合一点。男的，你觉得可以吗？我觉得 OK 啊。你觉得 OK 啊？男生看起来就是穿白衬衫，文质彬彬，白 T 恤，对，然后他的卡其裤、白布鞋，行为言谈就是非常的到位，那不多话，让人家觉得就是文青，最干净的感觉。文青，文青不知道了，就是蛮纯粹又干净、爱干净的男生，用这个味道，我觉得可以带出他的利落感。而且他这个年轻男生如果用这一支的话，就是也喜欢沉浸在书局对，的这种气息。对，对，是个爱看书的人，爱看书的人，爱看书的人。那爱看书文质彬彬，却又有带一点活力，对，好像动静皆宜的感觉，给人家的感觉，这个能动也能静。这个男的就是看完书之后是会去运动的，会去打篮球的人，对。好，人生很无聊，就带着这两件事。对，好。来，那豪哥，你觉得？那你说，如果在女生身上会？哇，这个真的是个清爽利落的味道，它带着微微的花香，然后带着微微气泡感，但是一点也不老气啊。这个玫瑰不老气，对，不老气。那不是那种太过成熟的玫瑰，对，那带给人真的是一种朝气活力，是专业的感觉。专业的感觉。那它跟一轮玫瑰，我们玫瑰不仅是完全不同的，完全不同的走法。对啊，我现在要学你完全不同的走法。一轮玫瑰是整个是盛大然后盛开的玫瑰。啊，对。柏林少女呢？柏林少女那支我没有，所以这支就过不来。柏林少女呈现一支玫瑰，那个冷感啊，那个冷感，玫瑰的冷感。一支玫瑰花瓣，还有这个绿叶。还有这个梗的味道都呈现，对，那这个走法完全不一样，这个就是让你一开头就展现出年轻女生的朝气跟气息，那个泡泡不断冒出来，好像非常跳跃的想要跟他喜欢的男生见面的感觉，那种心情啦，雀跃，雀跃的感觉。我觉得如果年轻女生要去跟你喜欢心仪的对象约会的时候，如果用上这一支的话，那就是你期待等不及要见面的那种。这应该算女孩子的扑倒香哦，扑倒香。女孩子，有女孩子喷了这个，你会觉得啊，这个女孩子感觉起来是很年轻、很干净，对，那很有亲和力。是，它跟无人之境真的是完全对，完全不同。是 ，OK。那你觉得在什么样的天气合适？这个应该一年四季都可以。对，我觉得一年四季都可以。不管天气冷或热，我觉得它比较不受季节或天气的影响哦。那场合呢？场合我也觉得，上班如果晚上休闲也是都可以，因为它的通用性应该是很高了。很高啊！很高啊！因为它不会太老人了，它这整个香味的呈现跟馥郁程度都不会太老人。对，我觉得它用在很多场合都非常适合，很多场合或很多状况都很合适。例如说你要跟你心仪的对象约会。或者是约会到一个程度之后，你要跟心仪对象的爸妈见面，你会带一点紧张感或者是青涩感，我觉得这一支也是相当合适。在长辈面前出现的时候，对，不会太过强大，也不会让他们感觉到你不存在，就是恰到好处。然后圣诞节 party 也可以用，跨年晚会也可以用，对不对？对，人挤人的时候。这一支它就是悠悠的，对，淡淡的幽香，然后但是却一直让人记得你的存在，对，一直要靠在你身边这样子，对，然后就被你的男朋友打了，不会啦，人那么多对，好 ，OK， 好，那这个前调你还有没有要补充？没有，有没有人要补充的？都没有，好，对，因为他们年纪都比较大了，好，没问题，好，那后调见，拜拜。青春的肉体回来啊！对，出生的玫瑰，出生的玫瑰，年轻的玫瑰，年轻的玫瑰，好，整个味道走到中后调，它就是一个很讨喜的，带着甜甜的一点甜感的玫瑰。那但是它不腻，然后又清新，有着 Byredo 这个牌子，一直主打的就是清新，然后就不也是非常清淡雅，应该讲淡雅，对。OK，
那就我来讲，我觉得现在后调是3个东西：阳光、草原、玫瑰，这3个融合在一起。那你也可以放上这个简单的餐巾布，好，在这个大草原上享受躺在阳光底下草原上，给人家真的是富有活力跟朝气的一个玫瑰了啊，富有活力跟朝气，是一点，它真的不是一个成熟的玫瑰，所以其实玫瑰的香水还是有分的，就有的是属于比较年轻一点的，有的是属于比较成熟一点的，那这个我必须说，从它的名字你看得出来，它是属于年轻的玫瑰，年轻的玫瑰，年轻的玫瑰，而且穿着白色系，对，白色，这个干干净净的女孩子，对，白色的这个圆领帽 ，OK， 圆领帽上面还有缎带的，这个你这是哪国的那个女孩子？然后最好拿着一个篮子，然后篮子里面装的，这不是小红帽吗？装着这个面包跟那个野餐的蔬菜这样子，这个画面就是让我有这个感觉。你这是在路易14的时候的法国，你这是清朝的嘛，是吧？OK， 好。那你觉得这一支对于玫瑰的表达，可不可以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它当然是如果跟我们讲一轮玫瑰比起来，好，就玫瑰的标杆，它当然是属于更年轻一点了。我必须老实说，那它会有那个气泡感，有一点点像幻想之水，对吗？幻想之水的粉色之冰，形同意不同啦，不要以为它香味是差不多，其实还是有差别的。就是这样，我反过来更直接的问你哈，你觉得一轮玫瑰是几岁的女生？那回头来问你，那这一支玫瑰又是几岁的女生？这一支大概我觉得先讲一轮玫瑰。一轮玫瑰真的要30岁以上，那个气场之强大，是非常非常成功的女性，我必须说。对，30岁的成功会太早。30岁以上，事业有成的女性，好，事业有成的女性，不管你有没有成，都是可以喷那一支的，对，喷了就成，对，带给人家专业、自信跟富裕的味道，啊，因为那个不是你随便在外面可以闻得到的玫瑰香味，好。那你觉得这一支 Young Rose 它又是几岁？我觉得20岁就可以了。哦，20岁就可以，20到30。是啊，到30中间，因为有人看起来就真的是很年轻啦，尤其实际上看起来已经有点年纪了，但是从外表上看起来是很年轻。那她基本上是个年轻的女孩子最适合的玫瑰。最年轻，因为那个气泡带来的活泼感。对，即使到现在后调，我都觉得它的气泡感还是存在的。对。当然汽水没有像一打开倒下去的时候气泡这么的砰，它慢慢的就沉下去，但是气泡感沉下还是在，然后玫瑰就开始开花。对，那气泡是更变成转为细致的，上面的一层，像是汽水上面有一层小绵绵的泡沫嘛，类似现在像这样的感觉。玫瑰口味的气泡水，对不对？如果你不喝酒的话，对不对？那我自己觉得这应该是18岁就可以了左右的女生就可以了，这样给人家这样的感觉。那约会之前想要很心急、心情很雀跃的跟喜欢的人要见面的时刻，我觉得这一次他表达非常好。对，基本上它是一个清新的玫瑰啦，是应该讲清新的玫瑰。好，那如果以玫瑰调性来说，0到10分，你会给这一支以玫瑰为主轴的香水？我也给他9分，我给他9分，对，我给他9分。好，就是差的那1分，就是他如果找不到形容词，对不对？不是啊，我怕得罪人，对，我在想，对啊，对，就它比较适合年轻的女性了，它不是这么的通用，这么的通用，对。好，我大概可以帮你表达你想要说的是什么，就是说，如果0到10分，我也会给他9分，那9分是源自于因为你的年纪也蛮大的啦，所以
每一个人年纪喜欢的相对的味道其实不一样。哦，那我觉得这个味道其实离我们有一点年岁了。那 UK 的玫瑰，对啊。好，那所以你说我们为什么只给9分？我觉得那一分就是，其实老实讲，在我们讲别人的时候，其实问题是在自己身上啊，就是我们离这个味道已经有点远。对，没错。如果小女生喷这，我会觉得非常。如果20年前我们闻到这个味道，才要把它扑倒。对啊，对啊。那现在我们这年纪扑上去了，会被讲都是老色，对。哦，所以遗憾的就是这一分是掉在我们自己的年纪已经已经过了那个时期。没错。啊，那但是如果你是年轻女生，或者是无论你30或40的女生来喷这一支，我是想她要表达的是她的心情的雀跃感，就跟那个香槟气泡一样。其实它工作的时候也可以喷哦，因为工作的时候，因为它这个牌子就是不管是扩散，它就没有这么的强烈。那其实是要有一定的距离才可以闻得到，所以它其实是不扰人的。对啊，不扰人的一个香水。对。任何的场合、任何的时间点、任何的情景、季节，你都可以用。对，你都可以用。OK， 是一个好感香啦。我必须说是个100%的好感香。对。即便初次见面用这一支，你也不会走错。对。带给人家耳目一新的感觉。是。对，因为这个味道坦白说也少见。对，也少见。好，这种气泡感的玫瑰，好，不是水感，也不是那种土感，也不是含苞待放的感觉，它就是一个气泡感的玫瑰。是，讲得很好。它在气泡感的玫瑰里面下了一个注解了。对，而且前调的四川花椒真的是非常少见，非常少见。OK， 好，希望你今天透过我们的影片，对这一支新出来的 Young Rose 有更加的了解，好吗？如果喜欢的话，帮我们按赞、分享、订阅，对，小铃铛，订阅一下，好不好？我们快要破1000人了，好不好？还早了，大概500多，对，所以要 push 一下，帮我们分享一下，按订阅，好不好 ？OK， 下一次见喽，拜拜。